最近一档综艺像娱乐圈的一匹黑马突然意外的火了，这档综艺就是芒果台为大湾区哥哥量身打造的 P 哥衍生综艺《大湾仔的夜》。大湾仔的夜将哥哥们的才华和搞笑功底发挥到了极致，真当是笑点与看点并存。相比于其他的美食类节目不同，《大湾仔的夜》看起来没那么高级，反倒更为接地气儿。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这档综艺吧。Hello， 宝宝们，咱们又见面了。目前《大湾仔的夜》已经开播，第一期的节目中，哥哥们主要是讨论分工以及菜品定价问题。他们还请来了当地的一些餐厅运营者，品尝菜品，提出意见。节目一开始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也让观众不得不期待哥哥们的表现。果然，节目开播就让观众感受到了大湾区哥哥的有趣。明明是一档美食类的节目，却让哥哥们做出了喜剧节目的味道。前期节目组给每一位哥哥准备了红包，看到红包之后，5位哥哥的脸上表情就已经绷不住了。梁汉文开心大笑，林晓峰因为这些现金都是崭新的，发出惊叹。张智霖的所有注意力则全部放在了钱上，陈小春更是话不多说，直接开始点钞票。作为哥哥们大排档的启动资金，自然需要一个人负责管钱。手里攥着红包的陈小春自告奋勇担任财务部长。尽管从其他几位的哥哥眼神中能够明显的感受到对陈小春的担忧，但是大家都没有打击陈小春的积极性。看到其他几位哥哥并没有反对之后，陈小春便拿出红包里的钱，开始一门心思的数钱。其他的几位哥哥工作还没有安排清楚，大家正在开会，但陈小春已经无法控制自己的喜悦之情，一边数钞票，一边发出了魔性的笑声。万万没想到，霸气的山鸡哥看到钞票竟然是这样的状态。在数钱的过程中，陈小春甚至笑出了鱼尾纹，仿佛这些钱不是大家的启动资金，倒像是担任了财务部长之后的陈小春能够把这些钱收入自己的囊中了。不过如此财迷的陈小春担任财务部长倒是实至名归，他把所有的关注点都放在了钱上，恐怕是少一分，他这个财务部长都能够立马察觉。眼冒金星的陈小春自告奋勇担任财务部部长之后，其他几位哥哥则是完全按照自己的能力分配，其中谢天华的厨艺最佳，因此成为了主厨的不二人选。而他提出以套餐的形式售卖，对于人手有限的大排档来说还是非常靠谱的。梁汉文则负责物品的采购，林晓峰负责打扫所有的卫生，而张智霖负责统筹兼顾。一开始就胜任高级管理层，虽然比陈小春和张智霖来看，谢天华、林晓峰和梁汉文还是太嫩了。不过张智霖这位高级管理层的工作并不轻松，他既要担任卫生部副部长，又要给谢天华打下手。在餐厅的活跃气氛也同样是张智霖的工作，而本身张智霖的社交能力就更为出色，因此他还要与客人交流。高级管理层的工作看似不是那么具体，但实际上要面面俱到。谢天华虽然是主厨，但是状况百出，做的套餐菜品需要改进的地方太多，而在收拾整理餐厅的厨具时还不小心划破了手，怎么看这位主厨都不太专业呀。不仅如此，谢天华的普通话更是让人笑不停，一开始就把蒸炉说成了蒸牢，被哥哥们纠正之后又把蒸鱼说成了蒸驴。明明其他的几位哥哥普通话也非常的烫嘴，早在 P 哥就给观众带来了不少的笑点，但偏偏还要嘲笑谢天华，也不知道其他几位哥哥是哪里来的自信呢？而真正勤勤恳恳工作的反倒是林晓峰。梁汉文在采购环节忘记林晓峰需要的物品，而林晓峰则是担任了卫生部部长之后，很快就把院子打扫得干干净净，就连桌椅也摆放整齐。如果不是林晓峰担任卫生部长，其他的几位哥哥怕是很难有这样的行动力呀。财迷的陈小春虽然看到钱两眼发光，但是看到陌生的客人却是一言不发，社交恐惧症发作，与侃侃而谈的张智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不得不说，哥哥们的反差萌实在是太有趣了。说完了第一期节目的精彩之处，我们不禁思考，同为美食类节目，为什么这档综艺火了？它有什么特殊之处呢？慢综艺卷到飞起，一直是国产慢综艺最大的特点。像我的生活里没有生活，只有做饭累到爆的黄磊，亲爱的客栈不亲切，就看到霸总刘涛带着一票明星不分昼夜的狂冲 KPI。而大湾仔的夜这档综艺没台本、无剧情、不撕，节目唯一的设定，陈小春、张智霖、谢天华、梁汉文、林晓峰一起去到广州开一家大排档。100个国产综艺制作人来看，100个人怕是要说哥哥们不撕不内卷不拼 KPI， 也没个国内顶流撑场。有人看这节目要砸了吧？结果意外的是节目没砸，炸了。一款周三晚间10点档的美食真人秀几乎没什么宣传，收视率峰值突破0.8，
获得了同时段卫视收视冠军。最关键的是，一款很多人眼中蹭热度的综艺，不仅被许多网友评价笑不活了，竟然还带出了满满的情怀和诚意。看着这群平均年龄51岁的老牌男神手忙脚乱的开餐厅，网友笑着笑着就感动了。大湾区干什么都好像是看着不认真，但其实是最认真的。老一辈香港艺人工作态度真的赞，光看他们聊天我能看1个小时。表面看节目有点像《向往的生活》或者中餐厅，同样是美食生活类的慢节目，都没有激烈的竞赛比拼，但仔细一看完全不同。《向往的生活》选择的山清水秀、桃源仙境，大湾仔的夜开的是大排档，当然是在大湾区人不多、地段不旺，怎么赚钱？所以要有烟火气。中餐厅应有尽有，节目精心准备的厨房，别出心裁的小摆设，干净敞亮的空间，以及专业顶级大厨。大湾仔的夜除了5个大湾仔、4个厨艺小白，以及节目组帮租下的1个小院和4400元启动资金，啥都没有，所以要3分天注定，7分靠打拼。另外，国内真人秀从来离不开矛盾，矛盾有了，狗血就有了，离热搜榜也就不远了。这群人才瘾大的大湾仔，放在别的综艺里，不就是最好的手撕素材，让哥哥们演绎出兄弟反目大戏，不是分分钟热搜，但喜好引老火靓汤的粤菜戏，偏偏对不上麻辣的重口味。传统芒果台的综艺风味节目没有硝烟味儿，只有人间烟火味儿。为什么看这群老男孩聊天都好笑，真感情？那是兼做药引熬出来的。这款综艺不是一群明星来比咖位的，是一帮老友互相帮衬的。这档节目最特殊的就是这种平常心和人情味儿。在大牌进了这档节目，也得卸下明星光环，做个普普通通的大湾仔。别的节目都是一山不能容下二虎，王不见王，人设功能剧本里写的明明白白，这节目里却有情感连接，有超越权力关系的兄弟般的情谊，有平常心才有感染力。观众都说被大湾区这几个人给笑死了。为什么好笑？因为这款综艺敢让明星来真的，而且相比各大被 KPI 追着跑的国产慢综艺，这群大湾仔是真的慢，但慢又慢的有趣。你看厨房里的2个男人全程不知道在搞什么，可偏偏你一嘴我一嘴，蒸鱼说成蒸驴，电饭煲的煲逼半天才说出来。春哥更是个儿化音的热爱着，不会用没关系，每一句都加上意思就到了。要投入多少平常心，多么慢的心境才能够培养出这默契啊？但是真感情啊，就是拿时间做汤饮慢慢熬出来的。不用说，大湾仔的夜这种真人秀真的是真人用真心在经营一家真大排档，但平常心不代表随随便便，慢不代表没有办法。相比许多的急轰轰国产美食餐饮慢综艺的，这款节目才更懂得怎么让观众爽到。看这种节目最怕的就是来吃饭的人一个个伸出大拇指，对着明星料理一顿海夸。结果大湾仔的夜真请来了一堆餐饮业的行家，一群明星一本正经的演戏，坐在那里讨好等点评，和某些国产慢综艺的利益差别一目了然。那些综艺强调的是明星光环，高人气明星自带绝对优势，但在这里观众发现大湾区哥哥们的明星光环根本不好使。进入试菜点评环节，行家一开口不好吃就是不好吃，还直接提出了很多的意见，备菜、动线、菜品方方面面都是一针见血指出问题。最后的时刻评分是最残酷的，菜品味道被打5分，整体经营同样是5分，服务环节甚至被评价为挺搞笑的。发现没？这就是真实的人碰撞出来的火花，不好笑吗？反正小编笑的整个人快趴地上了。明星们真实的苦瓜脸，比做好的综艺效果笑点好100倍呀！看了这么多年的内娱慢综艺，大概只有这群80、90年代的港星才能够跟街坊们亲切的交谈，没有明星包袱，街坊们也不把他们当明星吧。这或许才是接近真正意义上的披荆斩棘，也是这样的遭遇才让观众和大湾仔们一起共情。看惯了娱乐圈的明星们锦衣玉食、挥金如土，为了拍戏熬几个大夜，或者不小心擦破点皮，就称自己是高危行业。突然发现一群50多岁的哥哥仔和我们普通人一样，手忙脚乱的忙活，卖力的讨好演员，最后吃瘪拿到不合格的表情是那么的动人。因为那一刻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是大湾仔。没想到国产慢综艺死活慢不下来的综合症，竟然被这群老男孩七嘴八舌的给治好了。说到底，大湾仔的夜就是和当下慢综艺的爆款公式背道而驰。市面上流传的操作指南里，这种公式可能包括甜宠、IP、矛盾、炒作、爆点。大湾仔的夜里却只有5个老男孩的默契手捻，张嘴就来的斩鬼到爆的鬼马，只有努力将生活继续的你我。你们喜欢这档综艺吗？好啦，本期内容就分享到这里，欢迎宝宝们来评论区一起留言讨论。喜欢本期内容的可以点击关注，咱们下期再见哦。